逛街买衣服时遇到前夫和小三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？海玲没什么太大的反应，倒是叶佳妮进店看到海玲姐妹俩在的时候，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地挽住了周红林的手臂，怕死别人不知道他们俩是情侣一样。爸爸！被海童抱着的洋洋见到周红林时叫了一声爸爸，店里的人本能的就看向了周红林。见周红林身边站着的是年轻漂亮的叶佳妮，再看被洋洋叫做妈妈的海玲，店里的服务员看海玲的眼神就带着同情了。逛街买衣服撞到了丈夫出轨，洋洋在店员的注视下，周红林走到海童的面前，叶佳妮亦步亦趋，洋洋爸爸抱，周红林伸手想抱洋洋，海童没有直接把洋洋给他，他先把洋洋放在地上。洋洋要是愿意让爸爸抱，周红林自己蹲下身抱起儿子呗。洋洋年纪小，并不知道父母已经离婚，他跟爸爸感情是不深，不过也不抗拒。周红林要抱他，他也让周红林抱。他们还想着要是闹起来了，就赶紧报警的。海玲继续若无其事地挑选衣服，这个牌子的衣服，她未婚时也曾买过几套，她是很喜欢这个牌子的衣服，所以跟着大姨来逛街买新衣服。她习惯性地选择了这个牌子的专卖店，可惜啊，这个牌子的衣服没有适合肥婆穿的码数。他是我前夫，海玲淡淡地说了一句。店员们恍然，怪不得看到自己的丈夫身边有了其他女人，还能淡定地挑选衣服。哦，原来是前夫。海玲，你在买衣服呀？这个牌子的衣服可不便宜。叶佳妮见周红林在逗着儿子玩，觉得刺眼至极，但又不好发作见海玲无动于衷的样子。叶佳妮忍不住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到海玲的身边，海玲挑衣服的动作不停，仅是斜睨了叶佳妮一眼，淡淡的道：是不便宜，不过有周红林分给我的100多万，就我还是能买得起这些衣服的。叶佳妮一噎，海童也走了过来，他给姐姐挑了一套颜色，款式都很适合姐姐的衣服，对姐姐说道：姐，这套衣服很适合你。叶佳妮忽然伸手就抢过那套衣服，似笑非笑的道：海童，你也不看看你姐那副身材，这套衣服她能穿吗？有钱没的花，也不是这样花法。衣服被叶佳妮抢过去，海童都懒得再抢回来，他嫌叶佳妮的手脏。海童都无法理解叶佳妮是不是觉得小三上位很顺利啊，刻意在他姐面前找存在感，跟周红林秀恩爱。叶佳妮还真的是想在海玲面前刷存在感，秀恩爱，把自己定位在胜利者的位置上。她年轻漂亮，身材好，周红林对她千依百顺。海玲还是周红林的妻子时，周红林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那现在却是他叶佳妮过着那样的生活，那周红林对她才是真爱。打败了海玲，轻松上位，深得周红林的宠爱，叶佳妮就迫不及待地在海玲面前秀恩爱，想刺激海玲。海玲不搭理叶佳妮，自顾自地又给自己挑了几套衣服。叶佳妮见状又想去抢，海童一把攫住她的手腕，冷冷的道：姓叶的，你别以为我姐好欺负，我姐不屑与你争，但我不允许你欺负我姐。他用力的一甩一推，把叶佳妮推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恰好退回到周红林的身边。周红林，管好你的情人，别把我惹毛了，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叶佳妮气得口不择言，海童，你这么粗暴，你家男人知道吗？小心他不要你了。海童笑，我家男人与众不同，就喜欢我的粗暴。叶佳妮被海童的笑气得更甚，见周红林抱着洋洋站在一旁，也不替他出气，他生气的一巴掌拍打在周红林的手臂上，骂他：红林，你看你前小姨子欺负我。周红林生怕叶佳妮发飙会伤到洋洋，忙把洋洋放下的。海童朝外甥招手，洋洋过来吧。洋洋马上走到海童面前，海童抱起了他。
再次对周红林说道：“姓周的，管好你女人，我不像我姐有那么好的忍耐性呀。彤彤跟个疯狗计较什么呀？”海玲把衣服递给店员，从妹妹的怀里抱回了儿子，说道：“她可能是觉得别人小三尚未要和原配撕扯，我这个原配爽快成全她就觉得太顺利了，没事找事秀优越感。有什么好秀的？周红林不过是我不要的男人，把他比作鞋的话，也是烂鞋一双，我扔了，他捡回家还当宝贝呢。”海玲，周红林黑着脸叫了一声：“你看看你那副样子，也好意思来这里买衣服？这些衣服你能穿上？别糟蹋了衣服啊！”海玲瞟了他一眼，就对店员说道：“麻烦帮我把这几衣服打包好，我买了。”叶佳妮讽刺的道：“怎么不把这店里所有衣服都买下来？哇，你不是认回了一个有钱的大姨吗？你大姨没有给你1000几百万逛街买衣服啊？你住别墅了吗？开豪车了吗？出入有保镖跟随了吗？”叶佳妮最嫉妒的就是这一点。那海玲和周红林一离婚，就找回了非常有钱的亲大姨，商家呀，那是仅次于战家的豪门。哇，家产近1000亿的。周家人知道海玲认回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大姨，都后悔了，特别是周红林那个老娘。刚开始知道她和周红林的时候，周母还很喜欢她，夸她比海玲懂事，比海玲漂亮，比海玲能干，还说周红林有了她是周红林的福气。现在呢，周母私底下跟周红林说，让周红林重新追求海玲，说海玲比他更适合当妻子，这是暗讽他只能当小三。有本事的就把这店里所有衣服都买了，否则我都看不起你。海玲还没有说话，商太太母女俩推门而入。商太太保养的极好的脸上阴沉沉的，她高声吩咐着店员，除了她手里拿着的那一套衣服，你们店里所有的衣服都给我外甥女打包起来。大姨商太太抬手示意海玲不必说话，她冷冷地注视着叶佳妮。叶佳妮讪讪的商太太。商太太扭头对女儿说道：“小飞，你打电话通知我们家的保镖们，把我们家车库里的豪车都开过来，让你表姐轮流坐着豪车，想坐多少百万起步的车都有。”商太太误会。周红林忙就打圆场：“商太太，我们不买衣服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周红林想到工作上的不顺，不敢与商太太硬碰硬，他拿走叶佳妮手上的衣服递给店员，就赶紧拉着叶佳妮灰溜溜地走了。叶佳妮在商太太面前不敢怎么样，一出店门口就甩开了周红林的手，生气地自顾自地往前走，边走边骂着周红林：“刚才你是个死人吗？看着我被那对姐妹俩欺负也不吭声，就知道抱着你宝贝儿子那么宝贝，要不要重新打官司把你儿子的抚养权夺回来？不就是有个有钱的大姨吗？商家有钱，又不是他海玲有钱，能狂到哪里去？还有海童，太讨厌了，你刚才就应该替我撕一撕他的，多管闲事啊，他男人是谁啊？”叶佳妮恶毒地想着，让他知道海童的男人长什么样了。她要安排一个人去勾引海童的男人，让海童也尝尝被丈夫背叛、遭到抛弃的滋味。姐妹俩不是手足情深吗？一起离婚呗。周红林追上她的脚步，伸手揽着她的肩膀，哄道：“别生气了，我带你去珠宝店挑婚戒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们就买什么样的婚戒。你不知道海童是学过散打的，厉害得很。虽说我是个大男人，但我没有学过拳脚功夫，我打不过海童的。我好几天没有看到洋洋了，怪想他的。怎么说也是我亲生儿子，好不容易遇上了，我也就抱了抱他，你别生气。以前呢，每天都能看到儿子，周红林不觉得自己有多想儿子。那等到离婚后呢，洋洋归了海玲，他忽然就想儿子了。海童的男人严肃冷漠，也是个不好惹的人，你想干嘛？周红林防备地问着：“你想去勾引詹印吗？”
叶佳妮娇嗔着他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有了你，看不上其他男人的了。不过我还真想破坏海童的婚姻。他们现在有个有钱的大姨当靠山，我明面上斗不过他们，我可以暗地来。他们让我不高兴，我也不让他们好过。周鸿林、战印那样的男人，怕是不好勾引的。我告诉你，周鸿林，你们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。是猫都会偷腥呀，那海童是长得漂亮，身材却是一般般的。我给他挑一个有着天使面孔、魔鬼身材的情敌，保管他满意呀。”周鸿林就有点尴尬，他就是没有管住自己的渣男。他拥着叶佳妮，边走边说道：“佳妮，别生气了。就算海玲认回了大姨，他大姨也有儿女，他又分不到他大姨的家产，那一样会是个穷鬼的。我告诉你一个你喜欢听的消息，海玲从陆氏集团出来了。他在里面干不下去，被我花钱请人整治的，他待不下去，自己辞职出来，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呢。就算有我分给他的100多万元，他估计会买房子，把钱花完又找不到工作，除非他大姨一直养着他，否则他都不会有我们幸福的。”叶佳妮果然心情好了，100多万在管城市中心买房，连首付都不够吧？我有个姐妹前段时间才在最繁华的地段买了套2手房，是学区房，就70平方，都要500万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她如果不是抢到了周鸿林，以她的收入想在管城市区买房还真买不起。周鸿林也知道现在的房价特别贵，幸好他下手早，要是现在才买房，他也无法在好的地段买到房子，更别提学区房了。我打听过了，商太太是个很强势的女人，她最不喜欢软弱无能的人，海玲自己立不起来，商太太不会帮她的，更不会给她多少钱。你呀，别嫉妒她有个大姨了，自己爸妈有钱都不一定给自己呢，更何况是没有感情的大姨。被周鸿林一番哄说，叶佳妮心情愉悦地跟着周鸿林去逛珠宝店。2个人都没有留意到有人一直尾随着他们，把他们俩的话都录音了。偶遇到渣男贱女，多少还是影响心情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海玲都是充当陪同的，在叶佳妮面前，她装得云淡风轻，事实上看到前夫和小三一起，她还是会心塞塞的，也为她这种婚后一心操持家务的妻子感到不值。女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像她啊，心疼周鸿林赚钱辛苦，平时除了家里必须买的生活用品，她都没有为自己买新衣服。买护肤品呢，就算逛街购物，也多是给周鸿林和洋洋买。可是她这样心疼周鸿林，周鸿林却在叶佳妮身上花大把的钱。是谁说的？自己男人赚的钱，你舍不得花，就会有别人来帮你花。还有自己的身材啦，现在海玲看到自己身上的肉都悔不当初，她是怎么让自己吃成个大胖子的？可能也是婚后安逸的生活让她失去了危机感，以为结了婚有了孩子婚姻就稳定了。以往呢，妹妹叫她要注意保养，出门穿漂亮的衣服，化妆打扮，她总是说那我都嫁了人生了娃，还打扮什么？哎，不花那些冤枉钱了，你姐夫赚钱不容易哈。我没有收入，所有担子都压在你姐夫身上，他压力大，我就省点了。他一定要减肥成功，重拾自信来。晚上呢，一行人回到商家别墅，刚坐下呢，管家就拿着一个小袋子过来。太太，有人给海童小姐送来了一小袋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让我们要转交给海童小姐。她把那个小袋子递给商太太，是给彤彤的，就给彤彤呀。商太太示意管家把小袋子递给海童。谁送来的呀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海童狐疑地接过了袋子，拆开包装，里面也还是一个黑色小袋子。再打开小袋子，看到是2支笔，还放着一张小字条。海童先把那张小字条拿出来看了，那小字条上面写着，这是2支录音笔，
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听录音。苏南，这是苏南派人给他送来的录音笔，录着什么内容啊？不能让别人听到。哇，海童好奇死了。苏南让他独自听录音，他只能等到晚饭后回到房里再听了。彤彤是什么东西？谁给你送过来的？商太太关心地问了句。海童把字条放回袋子里，说道：“是我要用的笔，梁姨让人帮我送过来了。”商太太哦了一声，没有再问。好奇心被吊起来后，海童吃过晚饭，听姐姐说要帮洋洋洗澡了，就跟着姐姐一起上楼。姐妹俩的房间紧挨着，商太太特意安排的，让姐妹俩在陌生的环境里也能相互依靠啊。海童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房门关上，就赶紧打开黑色的小袋子，把里面的2支录音笔拿出来。然后呢，在沙发前坐下，听着录音笔录到的内容，听到叶佳妮和周红林说话的声音，海童明白过来，这是下午偶遇渣男贱女，他们离开后说的话。哇，苏南还真是厉害，竟然能录到他们说话的内容。苏南，总裁夫人夸奖了，他纯粹就是八卦。派出去收集周红林出轨证据的人还没有换回来，故而那人就依旧跟踪着周红林，就录到了这些话，找个有着天使面孔、魔鬼身材的女人勾引战印。海童听着叶佳妮对周红林说的话，冷笑：战印能被勾引走，他就不叫战印了。那个男人稳得很，他喝醉后，他帮他换衣服，都能忍着不碰他。可见他那不是那种容易冲动的男人，不是周红林这种渣男能比的。海童掏出手机来，点开了微信，然后再重放录音笔的内容，把这些内容当成语音信息发过去给战印。那很快啊，战印就给他打电话。海童不想接听电话，他挂了战印的来电，改而点开了视频通话。他想他了，想看看他，也想看看他的脸色好些了没有，是否去看过医生，吃过药。海童发觉自己对他是越来越牵挂。刚开始知道这他要出差，他还开心得很。才几天啊，就尝到了相思之苦，恨不得马上飞过去陪着他。战印犹豫了好久，才接了视频通话。视频通话一接通，他就放低手机，开了免提，让海童只能看到他的胸膛。战印，我看不到你，你把手机拿高一点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让我看到你是吧？战印忍着不适，低沉的道：我在忙啊，你说我听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忙？你吃过饭了吗？还有，你感冒不舒服还要忙？你老板给你多少钱啊？这么拼命？天大的事也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。海童听着他的话，就忍不住骂他。战印勉强的笑了笑，说道：我老婆这是在管我啦，我没什么胃口，不想吃。我这么拼命，是想早点处理好，回去陪你。就算你心急想回来，也要注意身体。你是住在酒店还是住在哪里啊？没有胃口就熬点白粥吃，吃清淡点吧。战印，你先把手机拿起来，让我看看你现在的状况。战印不动。海童生气了。战印，我数3声，你要是不让我看你呢？我今年都不想搭理你了，不接你电话，不回你信息。他才数了1声，视频里就出现了战印的脸。他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，那张常年绷着的寒冰脸，也泛着不正常的红潮。海童吓了一跳，叠声问他：你没有去看医生？你现在肯定高烧啊！战印，你真想气死我！战印用手撑住头，他强撑着地道：我吃过药的，药店买回来的感冒药，就是效果不大，可能不对症吧。你还在公司里？我是在公司里，不过不在办公室，在公寓里。公司有几套公寓房是给我们总部的人出差时住的，他住的公寓里有个书房，他就是在书房里的桌子前。吃过感冒药后，他以为很快会好，那谁知道几个小时后，他的体温越来越高，那人也越来越难受，
战印的身体一向很健康，平时连感冒都不会有，结果染上风寒一回，病势汹汹的。他呀也高估了自己的体质，以为自己能撑过去。你立即马上去医院，别开公司配给你的车子，打车去。海童命令他，听到了吗？马上去医院来，急死他了。这么大个人，感冒了也不知道重视啊。体温越来越高，他就不觉得难受的吗？我可能彤彤，我先挂电话。战印无法再支撑，赶紧挂了电话，怕自己晕倒时被海童看到，吓死他。然后呢，他打电话给分公司的总经理，想让对方送他去医院，才打通电话。他就两眼一黑，倒趴在桌子上。那一边的海童被他突然挂了电话，那个急啊，恨不得钻进手机里，顺着无线电波飞到他的身边。海童给战印发语音信息，收不到回复。他又打电话，战印也不接，该不会是晕倒了吧？想到他工作量那么大，这2天因为夫妻俩闹矛盾，他又没有休息好，发着高烧，还真有可能晕倒。那海童猛地起身，扭身就朝房外跑去，他要去找战印了。他那样子，他不放心。手落在门把上时，海童停下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等他赶过去，战印估计都烧糊了。他紧张地打电话给沈小军，在沈小军接电话后，他急吼吼地道：“小军，你把苏南的电话号码告诉我，我找他有急事。”苏南和战印是同事，又是战印抱住的粗大腿。找苏南联系那边的人，让人去公司送战印前往医院，比他现在赶过去要快。彤彤出什么事了？你等等啊，苏南在这里呢，我让他听电话。沈小军把手机递给坐在他对面的苏南，苏总，彤彤找你。苏南以为是录音笔的事。苏总，战印感冒发高烧，他可能晕倒了，你能联系那边的人，赶紧送他去医院吗？另外啊，能否安排一下，让我现在过去？苏南脸色沉凝，战印身体一向很好呀，怎么会感冒发高烧的？你别急，我现在就联系那边的人，先送他去医院。等会儿我安排人送你过去，你收拾收拾，大概半个小时可以出发。战印生病，海童着急，有利夫妻感情升温。在担心战印的同时，苏南都想偷偷地说，战印真会挑时间生病。谢谢苏总。听到苏南说能安排他去战印那边，海童感激不已。苏南温和地道：“战印是我同事，他生病了，我也担心他。他这个人嘴硬得很，就算不舒服也不会说的。你能过去照顾他，我和公司的领导都能放心点。你先收拾收拾，我打电话给那边的同事，先送战印去医院。”好的。结束通话后，海童回身就提起装着2套换洗衣服的袋子，这是梁姨给他送过来的，本打算在大姨家里住上2天，他还没有把衣服拿出来，都还在袋子里，现在倒是方便了，他不用再收拾。海童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他一看是好友，他就连忙接听。海小姐，你现在还在商家吧？让商家派司机送你去苏家别墅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，给你安排一架私人飞机送你过去，速度快一点。战印有私人飞机，不过送他出差了，现在飞机不在管城，就算在管城，也不好动用战家的私人飞机送海童过去。苏南只能跟大哥说一声，用大家的私人飞机了。哇，反正他家大哥私人飞机都有好几架。海童对此感激不尽啊。就为了送他过去，苏南连私人飞机都用上了。怪不得战印要紧紧抱住苏南的粗大腿，大腿够粗，真的很多好处。再次结束通话后，海童提着装有他换洗衣服的袋子，匆匆地出了房间。海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刚走了几步，就遇到了同样从房里出来的商无痕夫妻俩。表哥、表嫂，我先生病了，我得过去看看他。他现在可能都晕倒了，苏总说可以安排私人飞机送我过去。
表哥，你能帮我安排一辆车送我去苏家别墅吗？苏总说叫我去苏家别墅等着的。闻言，商无痕神色也是一片凝重，关心地问：你先生得什么病了？哇，居然晕倒！哎，战印该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吧？平时不知道，现在一下子发作啊！商无痕和战印是不太和睦，两个人斗的时候，恨不得你死我活。当对方真的身体不舒服时，却又彼此关心的，并不希望对方就这样挂掉。战印挂了，商无痕就没有对手，他会觉得寂寞；商无痕若是挂了，战印也会觉得人生无对手，寂寞如雪。重感冒，我中午和他视频通话时就看出他不对劲，叮嘱他要去医院看看，他不听，跑去药店买了点药吃，没效果。现在就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晕啊？但我打电话和发信息给他，他都没有回应我。刚才视频通话到一半，他说撑不住了，就断了线。商无痕先是无语，后又表示理解。他以前若是感冒了，顶多就是让家庭医生开点药吃吃，很多时候都不当一回事，硬撑几天就好了。那有了蓝鲸好，他但凡打个喷嚏，蓝鲸都会紧张兮兮。然后给他抓几包中药回来，熬一大碗黑乎乎的中药水，逼着他喝下去。蓝鲸的亲叔叔是一名老中医嘛，家里若有不舒服，蓝鲸都是带着去找他叔叔，让叔叔开中药。商无痕真的就怕死喝中药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很注意身体，尽量让自己不要生病。偶尔打个喷嚏，他都躲着老婆。此刻看着海童那样紧张战印，他就像看到了紧张他的蓝鲸，便安慰着海童：你就别太担心吧，去苏家别墅吗？我送你过去吧。谢谢表哥。商无痕偏头对妻子说道：晶晶，你在家里等等我。我先送海童去苏家别墅，让别人送他，我不太放心。蓝鲸应着：你先送海童吧。表哥表嫂，你们若是有其他事情，让司机送我过去就行了。怎么了？海玲帮儿子洗了澡后，听到妹妹在外面的说话声音，她抱着洋洋从房里出来，关心地问了一句：哎，看到妹妹提着袋子啊，她问：彤彤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姐，战印生病了，我得过去一趟。商无痕夫妻俩听到海童提及战印的名字，都有点紧张地看着楼梯口，还好母亲和妹妹都还在1楼，并没有听到海童说话。生病了？严重吗？哎，要住院啊？海玲担心地问道，是不是太累，累着了？要妹妹连夜赶过去，那肯定是住院了。哎，海玲忍不住胡思乱想，担心战印若有个好歹，妹妹怎么办？小夫妻俩才结婚几个月呢，连婚礼都还没有办。姐，你别担心，就是感冒吧。他硬撑着，结果严重了，我不放心他，想过去看着他，等他好了我再回来。姐，我现在要去苏家别墅了，他的同事说安排一架私人飞机送我过去。海玲听说妹夫只是感冒，悬着的心放下来，说道：那你快点过去。商无痕插话进来：海玲，我送海童去苏家别墅。哎，好，麻烦表哥了。商无痕和海玲是同岁的，不过比海玲大了几个月，海玲得叫他哥。不麻烦啊。商无痕夫妻俩还有海玲都一起送着海童下楼。大姨，海童要离开，总要跟商太太说一声的，他说道。大姨，我先生有点不舒服，我得过去照顾他几天。明天晚上的宴会，我可能无法赶回来参加。大姨，真的对不起，商家的宴会是为了他姐妹俩而办的，他却不能露面。海童觉得对不起大姨。商太太也关心地问了一句：你先生怎么样了呀？没事，你先去照顾他，宴会你赶不回来就不要硬赶，免得累着吧。你姐和洋洋在也是一样的，就是重感冒发高烧，他那个人粗心又绝，喜欢硬撑，我不过去，我怕他会越来越严重。商太太说道。男人都是这样的呀，那你怎么过去啊？他公司领导安排我过去，我现在先赶过去啊。海童答道。那你快点过去，
他公司领导安排你过去的话，大概是会给我安排私人飞机的，速度快一点。无痕，哎，你送一下彤彤。商太太以为海童嘴里的公司领导是战印，想到战家也是有私人飞机的，便放心的让海童出门。数分钟后，商无痕载着海童离开了商家别墅。在路上呢，商无痕对海童说道：“海童，表哥想提个不太合理的请求。”表哥，你说。商无痕边开着车边说道：“那小飞痴恋战少的事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虽说他现在嘴上说会放下对战少的感情，但爱了几年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放下的，总要花上很长一时间才能做到坦然吧。”海童一下子就想到了张念生，张念生对他的感情不也是这样？张念生说，他知道他老是纠缠他是不好的，可他就是控制不住，也无法做到一下子就放下对他的这份感情。我知道的。海童说道，爱上一个人很容易，但想忘记一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是很难的。他没有真正深爱过，体会不到。但现在他对战印有了感情，他只要一想到他和战印若是有一天要离婚，要分手了，他肯定会很难受，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放下，才能坦然面对现实的。拿得起，放得下，说的很容易，真正又有几个人能做到？所以我想你以后在小飞面前，尽量不要提你先生以及他们公司，提到战氏集团，小飞就会想到战少，你提你家战先生，他也姓战，也会让小飞想到了战少身上去。海童没想到商无痕提出的是这个要求，他想了想，觉得商无痕说的也有道理。虽说他家战先生和首富家的战大少爷没什么关系，但同姓呀，商小飞会由战这个姓氏想到战大少爷也是有可能的。表哥，你说的也对，那我以后在小飞面前就说我家先生吧。不带上姓氏了。商无痕不好意思地道，海童，对不起，表哥这样是有点强人所难的，你体谅一下表哥心疼妹妹的心哈。我其实是不赞成他和战少在一起的，小飞无法掌控战少，人家也不喜欢他，他总是不听劝，非要撞几回南墙才死心。你别看他天天都乐呵呵的，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其实他心里很难受的，他是用笑容来掩盖了痛苦，笑对人生而已。海童说道，能笑对人生好过哭对人生，小飞内心痛苦，我也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小飞能走出来的，他以后也能遇到适合他的好男人的。商无痕呢，希望他能够早点走出来吧。等战印回来后，战印要是来拜访他母亲，商无痕都想着要把妹妹支开，只让父母知道海童的丈夫就是战印。相信父母知道后呢，也会和他夫妻俩一样，先瞒着小飞的。小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她也很坚强，相信她能遇到好男人的。商无痕笑道，怪不得小飞在不知道你们是表姐妹的关系时，都对你一见如故，跟你合得来，把你当成朋友对待。你是第一个说小飞是个好女孩的人。外界对小飞的评价不高，很多名门千金都觉得小飞嚣张任性，她公开追求战少时，不知多少人在背后笑话她，看她笑话，她真正的朋友没几个。我觉得小飞是性情中人，她不屑于装，她天性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她也不用去装，因为她有足够的资本，可以肆无忌惮的生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管别人怎么说。商无痕恩着，你和小飞认识的时间也不长，你却把小飞的性情摸了个透。海童，你看人的眼光不错，唯一看走眼的就是战印了。不，他是被战印一家人联手欺骗的。表兄妹俩就一路说着话，让海童觉得去苏家别墅的路程没那么长，很快就到了苏家别墅。苏南并没有回来，他还和沈小军姐弟俩在外面吃着火锅。那沈小军是很关心好友的，直到苏南都安排好后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在海童到达苏家别墅时，沈小军来了电话，确定海童到了苏家别墅，沈小军放心些了。小军，
今晚多亏苏总肯帮忙，你代我向苏总说声谢谢，我回来后再亲自向苏总道谢。苏南是战印的同事不错，他可以打电话让那边的同事送战印去医院。不必费心思安排他过去的。但他说他要过去，苏南就安排了，还动用了他家族的私人飞机。这份人情总要亲自道谢才显出诚意来。我会的，你过去好好的照顾战印。苏南说，叫医生多开几天的中药给他喝，把他治一回。下次再感冒，他就不敢硬撑的了。说战印最怕喝中药，让他喝中药像逼他吃砒霜一样的。海童，苏总这主意有点损，不过挺不错的，就是要拿捏住他的弱点，让他长长记性，以后就不敢这样了。他也真的被战印吓死。小军，我要上飞机了啊，等没事了我再联系你。好，你忙，我还在吃火锅。羡慕你。海童说了句，沈小军笑，等战印出差回来，咱们聚一聚吧，一起吃火锅。好。结束通话后，海童上了苏家的一架私人飞机。海童，到了那边后给我们发个信息吧。商无痕叮嘱了一句。海童呢点点头，朝表哥挥了挥手。飞机起飞，连夜把他送到战印的身边去，像他去酒吧买醉一样。他知道后担心他就连夜赶回来，他现在担心他那也是连夜赶过去。吵架闹别扭冷战时是谁也不想搭理谁，那对方出点事又紧张万分，这或许就是爱情吧。商无痕等到飞机飞远了，他又向苏家的管家道过谢，才上车开车离开了苏家别墅。战印不知道海童会连夜赶过来，他清醒过来时人已经在医院了，分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那都在他的床前。战总，你醒了。总经理看到战印睁开眼，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。